挑的真好啊，不愧是我的亲闺女，要能入得了陛下的青眼，我李家必能平步青云。哎，怎么样？不错，这确实优美啊！大胆！陛下，这就是你们给朕准备的惊喜。皇上恕罪。这几个老东西吃了雄心豹子胆。南巡宫宴何等严肃的场合，竟然安排了有眼疾的女人奏乐起舞，敷衍了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不枉我传说378天，终于到了高潮剧情了。等下小白花女主叶婉言落水，我骂她一句狐妹子，就能去冷宫当我的土皇帝了。何人在说话？还要当皇帝？难不成要造反？可惜了，在现代得了绝症，英年早逝，还没谈过恋爱就穿越进了虐文小说里的炮灰皇后身上。原想着第2章就被打入冷宫，然后再找机会逃出去。谁知道作者的1章竟然要等1年，真是黄花菜都凉了。什么穿越？什么小说？朕的皇后莫不是得了癔症？看什么看？在你倔强小白花来之前，我没有任何台词。不是，怎么还看？我脸都笑僵了。真没想到，朕的皇后居然有2副面孔，表面乖顺懦弱，内心如此胆大妄为。哼，皇后那个草包也不知道怎么惹陛下生气了，最好直接废了才好。皇后向来软弱木讷，为何会惹得陛下如此动怒？后君今天吃错药了吧？没事掐我下巴做什么？她不是从不碰除女主之外的女人吗？别掐了，快松手！这个叶婉言怎么还不出城？皇后，此次南巡，你作何感想？今天是什么倒霉日子？暴君不仅掐我下巴，还主动跟我搭话。怎么，皇后想当哑巴了？不是，皇上执政1年有余，此番南巡，臣妾只觉举国安宁，百姓安康，盛世盛景，皇上功不可没。这当真是皇后的真实想法吗？自然，皇上文韬武略，臣妾叹服。暴君，你等着吧。原文中，叶婉言是个万人迷，你不是吃醋就是在吃醋的路上。到时候你俩就会上演一出谁把谁玩死的旷世虐恋。这个于浅月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这般诅咒朕！什么原文还吃醋？朕堂堂一国之君，还能为个女人争风吃醋？有人落水了！这就终于来了！竟真被他说中了，难不成朕的皇后有预知未来的本领？哪里来的野丫头？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又是落水的老套把戏，无非是想勾引皇上吧？看看这倔强的小白花，这失神的诱惑，这我见犹怜的气质，暴君现在肯定已经被迷得神魂颠倒了吧？迷什么迷？就这苦大仇深的样子，看了就烦，还不如叽叽喳喳的皇后好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民女叶婉言。这叶婉言怎么还不出城？该死，既然都对上了，难道朕真如皇后所说，在一个画本子里？来了，我名字了，下一步就是一见钟情，妃子缝起来，小嘴亲起来。吵死了！吵？不是你问人家名字吗？这暴君不会中邪了吧？岸边人多眼杂，为何在此逗留？是嫌自己过得太安逸，非要凑上来找死吗？不对啊，不应该怜香惜玉吗？暴君，你怎么对女主这么毒舌啊？你给我按剧本走啊！民女只是路过。
衣摆绣双叶竹，发簪是竹心花，全是朕故意放出的喜好。说是路过，当朕是傻子吗？还有这个原作者是没有脑子吗？安排朕喜欢这么一个居心叵测之人。暴君有毛病吧？倔强小白花跪地不起，他还有心思在那盘问，真是皇帝不接皇后急。你不走剧情，我怎么见老公啊？算了，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。皇上为何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叶姑娘看？你是不是喜欢她？臣妾今日就把话撂这儿。皇上，臣妾不准你看她。若皇上再多看叶姑娘一眼，臣妾立刻叫出皇后侧跑，自请入冷宫，再也不出来。我靠！木头皇后竟然说了我想说的话，我都要粉上她了！疯了，皇后疯了！狂母善妒，这可是犯了大忌。你不按剧本走，我就自己 Q， 这下总该惹怒你，把我打入冷宫了吧？既然皇后不喜欢，那就拉出去砍了。我操！初见白月光，说砍就砍，狗皇帝你玩我啊！那就拉出去砍了。传闻中的皇后不是个摆设吗？萧雨为何会听她的？就算怀疑我的身份，也该先调查，而不是直接行刑。这狗皇帝果然操尽人命，果然藏了东西，还跟朕玩心眼儿。皇上要民女死，民女不敢有异议。我只是一个无辜的落水女子，到底犯了何等大罪，竟落得如此下场？大胆刁民，冲撞了圣驾，还敢质问皇上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！行刑！且慢，不准动他！皇后今日怎么如此反常？狗皇帝，你疯了吗？她是女主啊，你体内有蛊毒，以后全靠她找圣医给你续命的。她要是死了，你也得跟着玩玩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你的狗命开玩笑啊！她竟然连朕的蛊毒都知道，就这个女人，能帮朕找到圣医？皇后，你不是不喜欢她吗？为何又要保她？回皇上，臣妾刚刚只是一时嫉妒，口不择言。不过细想起来，此事疑点重重，那叶姑娘无故落水，甚是可怜。不如先彻查此事，再做定夺。您觉得呢？按照于浅月的话，朕的蛊毒还会发作2次。既然这个女人还有利用价值，那便留她一命。皇后说的有理，既然如此，那便不杀。陈毅，把此人带回京中，押入地牢，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这是皇上今天怎么了？竟然对皇后娘娘言听计从？周姐姐，你说皇上不会真被皇后的美貌吸引了吧？怎么可能？皇后呆板无趣，整日和一个乌龟在一起玩耍，皇上怎么可能喜欢她？还好我的身世那边早有打算，就算查也查不出什么。不过这皇后倒是与传闻中的不符，可能是个变数。装，你就可劲装吧！明明舍不得你未来老婆死，还非要找个台阶下。以前对我爱答不理，现在我说什么你都有理，口是心非的大装货。都退下吧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臣妾刚刚好像在威胁你呢，你就这么放过臣妾了？按照宫规，臣妾此举当废后，入冷宫。巧了，朕今日就想听威胁的话。各位姐姐听说了吗？皇上此番南巡，竟从宫外带了个女人回来。那也不过是个小野丫头罢了。
想必皇上带她回京也只是一时兴起。你说这论美貌，这后宫谁比得过皇后啊？可皇上不照样对她不理不睬的？轩妃姐姐说的是啊，那皇后傻里傻气，整日与乌龟为伴，不过就是个木头美人，皇上怎么会看上她？你这话倒是说的不错。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娘娘。皇上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看看这群炮灰，个个生得花容月貌，可惜了，等女主一上位，男主遣散后宫，一个都留不下。遣散后宫，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，省得一天天来反朕。皇上，您南巡一路辛苦，臣妾特意备了清心安神的茶点，您要不要尝尝？鞋也包上线了，这位可是太后安插的眼线，一心想要怀上龙种，她后面给暴君下药，结果什么？怎么不说了？这个女人说话总说一半。皇上，你穿得一身飘碧，晃得朕眼睛疼。滚回自己宫里，禁足半年。皇上，为何？臣妾可以马上脱下来。大庭广众之下宽衣解带，成何体统？禁足1年。皇上，你们没事的话，就都退下。臣妾告退。哦吼，新知识点 get。暴君讨厌青涩，穿了禁足半年，当众脱衣禁足1年，可惜是关在自己宫里。要是去冷宫，我明天就穿一身绿。朕的这位皇后真是无时无刻不想去冷宫。皇后，给朕滚过来！又干嘛滚来滚去的？我还想回宫看我的闪电龟呢。我靠，这男人明明凶得要死，可是这个角度怎么感觉他有点帅呀？我靠，好大呀！哪怕有龙袍遮挡，这胸肌也这么明显。坏了，我好像有点馋他的身子了。原来这女人馋朕的身子。不行，他可是有妇之夫，天下男人千千万，独独不能馋他。有妇之夫？朕的妻子不就是你吗？不缠朕，你还想缠谁？于浅月，朕劝你老实一点。这男人怎么阴晴不定啊？难道行宫我顶撞他，他现在回过头才想起来惩罚我？臣妾不懂规矩，憨豆吃醋，屡次顶撞皇上，实在不配为一国之母。要不，皇上还是把臣妾打入冷宫吧。哦，是吗？朕怎么觉得你对冷宫十分执着呀？暴君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不会怀疑我了吧？启禀皇上，太后娘娘，请您到慈宁宫一趟。知道了，你也回蒹葭宫吧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准乱跑。臣妾遵旨。走就走，凶什么凶？谁稀罕跟你待着？朕的皇后果然与众不同。冷宫计划全盘失败。这1年来，我认认真真走剧情，勤勤恳恳装柔弱，算是白折腾了。不行，这3个月内我一定要把自己缩进冷宫，这样才有逃出宫的一线生机。这个暴君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原著里，太后对我这个皇后向来不满，或许我可以从她那里入手。皇帝，
你简直是太狠了！赵美人不过是穿了件衣服，你便罚她禁足1年，她好歹也是哀家母家的人，你这样做，眼里还有没有哀家？区区一个美人，也值得您将朕召来训斥？放肆！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跟哀家说话吗？哀家真是养了个好儿子。养，这个字从母后口中说出，当真讽刺至极。来，母后，孩儿也想玩。雪地湿滑，容易着凉，回你宫里读书去。父皇，别怪我，谁让你把皇位传给萧玉那个废物的？父皇，萧玉弑父，给我拿下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四子萧玉，人品贵重，身骁正恭，克称大统，着继朕登基，即皇帝位钦此。听说了吗？新皇是靠弑父杀兄上位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太后娘娘悲痛欲绝，自此闭宫不出，说是为先帝和武王爷祈福。陛下，属下查到，这流言是从慈宁宫里传出来的。母后，我究竟是不是您的儿子？明明萧武、萧林只是您的侄儿。母后，我究竟是不是您的儿子？明明萧武、萧林只是您的侄儿。皇帝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就是一个美人吗？母后既然如此在意，那朕便赐她白绫3尺，让她死个干净。你说什么？朕说赐她白绫3尺。陈玉，皇上三思，皇上。皇帝，真是不巧，哀家今日也穿了绿色，是不是也碍了皇帝的眼？也该死啊！母后，你私下笼络朝臣，扩张势力，连朕的后宫都想插手。若非念在你我这点血脉亲缘，你以为你还能安然坐在这凤位之上？太后娘娘，您别冲动，皇上已经很生气了，您莫要再激怒他了。他这是真的对哀家动了杀心，不行，现在不能把皇帝逼急了。皇帝，哀家不过就是与你开个玩笑，何必当真？哀家知道，当初硬将于浅月这种没有家世的乡野丫头强塞给你，心里有气。可当时你刚登基，各方势力并不明朗，他这种没权没势的，于你而言是最好的选择。皇后无权无势，是为了你更好掌控后宫吧？哀家也是为你好。既然你不喜欢那草包皇后，废了便是，何苦与哀家置气呢？皇后不是草包，她很好，朕很满意。一个整日与乌龟为伴的蠢货好在哪儿？皇后赤子之心，对万物有包容性，在她眼里，乌龟与麒麟无异。皇帝怎么现在对那个野丫头如此维护？听说皇后在南巡时行为怪异，难道是因为此事？皇后许久没来哀家跟前请安了，让她过来一趟吧。是。不必了，朕的皇后无需向任何人请安。
那哀家亲自去找他，行了吧？太后亲自见那丫头，肯定要一番为难，还是把人放眼皮子底下好些，说不定还能从他那里知道太后是否是真的圣母。陈毅，把皇后叫过来。这……哼！皇上，听说你在外头收了个女人回来，这外面的女人可来路不明，皇帝可要擦亮眼睛。母后不是一心礼佛，不问后宫之事吗？怎么消息如此灵通？你毕竟是我的儿子，登基1年，嫔妃乃是处子之身，就算足不出户，大臣们议论你有隐疾的谣言也传到哀家耳中。这更有甚者呀，说你有断袖之癖。流言蜚语已有1年之久，太后现在提出，又在打什么如意算盘？那时你风头太盛，娶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于你而言是有好处。可如今你已渐渐独当一面，皇后既无显赫家世，又子嗣无功，依哀家看呀，就该废了。天人降福！什么？太后提出废后，太后英明。臣妾参见母后。见过皇上。皇后，听闻你在南巡的行宫中闹了起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太后一直想安排她的侄女入宫为后，现在她肯定巴不得暴君立刻废了我。如此想来，我与太后有共同目标。还想把自己的侄女送进来，只是想彻底掌控朕的后宫吗？回禀母后，是在南巡的行宫里，这皇上多看了叶姑娘一眼，臣妾就抓心挠肝般的难受，所以当着大家的面不准皇上看她。这个皇后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臣妾说，臣妾就是嫉妒叶姑娘得到了皇上的青睐，可臣妾真的控制不住自己吗？这女人装无辜的样子，还挺像模像样。这个于浅月果然愚蠢，不过正好顺了我的意。皇帝，你都听见了吧？此等妒妇毫无半点国母风范，留之何用？依哀家看，就该把她打入冷宫，再择贤良淑德之人为后。对，就是这个流程，快同意！狗皇帝，你快同意呀！皇后敢爱敢恨，勇于直言，何罪者？你母后您多虑了，皇后善妒，正说明她心中有朕。朕决定今晚留宿蒹葭宫，好让她早日怀上奴嗣。看来朕的皇后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朕把第一次给了皇后，皇后娘娘这么激动啊？嘴上说的不要，身体倒是很诚实。参见宣妃娘娘。陈公公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皇上他……皇上有旨，今夜留宿蒹葭宫，闲杂人等不能靠近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皇上他近1年来都没有在后宫留宿，他怎么可能会留宿？宣妃娘娘，方才皇上亲自抱皇后娘娘回宫，而且还特意吩咐准备了热水。今夜蒹葭宫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热水？皇上他竟然宠幸了于浅月！
这可是你自己摔下去的。只要我喊得惨一点，宝剑应该不会让我失情了吧？哎呀，痛啊！皇后摔到哪儿了？让朕看看。陛下，臣妾不疼了。臣妾知道陛下您公务繁忙，今日在此宁公说的那番话，也是权宜之计，当不得朕的，对吧？谁说当不得朕？我靠，狗皇帝来真的！不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示情！一旦坐实了夫妻之事，我还怎么出宫找我的8个腹肌猛男？必须自救！腹肌猛男？难道皇后还想给朕戴绿帽子吗？朕倒要看看，朕怎么就不能满足你了？我靠，这狗皇帝居然想色诱我！照这下去，今晚我真的会把持不住，这剧情就真的会偏的没边了！有了，看我绝技咸鱼体式，我看你怎么对一具尸体下得去手。皇后怎么了？难道是激动过度晕倒了？没错，就是晕了！快嫌弃我，直接扫兴离开，最好打入冷宫。既然如此，那朕就帮皇后人工呼吸，帮皇后渡气。皇上，臣妾醒了，臣妾突然觉得精神百倍。是吗？那我们继续。陛下，其实臣妾不是不愿，是臣妾睡相丑陋，不仅打鼾磨牙，而且还会虚空。只要我说磨牙、放屁、打呼噜，应该没有男人能接受吧？哦，是吗？完了，没控制住，这也太丢人了吧！皇后为了不侍寝，真是煞费苦心呢。罢了，朕今晚也有些累了，就想抱着皇后说说话。还好，男主清白保住了。或许可以从皇后这里探听出母后为何对我如此冷淡，甚至厌恶的原因。你说，这世上真的会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吗？从小到大，无论朕做的多么好，母后从来都不正眼瞧朕。她宠爱皇兄，宠爱皇帝，甚至宠爱宫里的猫和狗，唯独对朕只有冷漠和厌恶。有时候朕都怀疑，朕到底是不是她亲生的？你当然是亲生的，只不过太后真正爱的人是当年的太傅，结果被你爹棒打鸳鸯，还强取豪夺。后来先皇杀了他爱的人和亲姐姐，你长得跟他爹这么像，他肯定恨你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难怪他看我的时候充满了厌恶。皇上，你当然是太后娘娘亲生的了，只不过有些父母，他们只是恰巧成为了你的父母，不一定代表真的爱你，所以呢，你要更爱自己。你干什么？谢谢你啊。好了好了，我要睡觉了。
皇上，吩咐暗卫彻查当年娴妃一案，尤其是与钱太傅有关的任何事。是。轻点，轻点儿。来来来，都往这儿搬。轻点，轻点。咱们娘娘终于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哎，这些都是皇后特意赏赐的。咱们监家宫终于要翻身了，以后看谁还敢来欺负我们。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！皇上昨夜临幸前特意吩咐，赏赐娘娘黄金1000两，绸缎100匹。为什么又失败了？我明明打嗝放屁，还当着他的面打嗝，为什么还是没见老公？这宝气是不是有什么症结迹象啊？娘娘这是太高兴了吧？肯定是的，毕竟娘娘可是陛下宠幸的第一人。不行，既然常规手段不行，那我就来点狠的。娘娘，您在找什么呢？奴婢给您拿。找到了，就是它。娘娘，这粥都馊了，快到了吧？这可是我给皇上准备的爱心早餐。嘿嘿，我就不信这碗馊粥端上去，他还不发配我去冷宫。娘娘不会真的要把这个送给陛下当早餐吧？宣妃娘娘，您这身衣服真衬你，待会儿皇上见了定会欢喜。不像某些人，昨晚定是走了狗屎运。于浅月那个贱人，以前装的云淡风轻的样子，竟敢抢先侍寝。今日他要敢过来，本宫非要给他的颜色看看。这怎么了？这是昨晚侍寝累了，现在才来啊？还有你这手上，这是拿的什么破烂玩意儿？就这你也敢献给皇上？本宫送什么关你屁事？送什么还需要跟你打报告吗？你谁啊你？你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！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就侍了一次寝，你就能飞上枝头当凤凰了你。瞧瞧你那穷酸样吧。小双，去把他那10盒子拿过来给本宫瞧瞧，别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再脏了皇上的眼。是。怎么打人啊？施如轩，你给本宫放尊重点，大庭广众之下别逼本宫抽你。你竟然敢打我的宫女！你还想抽我呀？抽你怎么了？你是皇后，我是皇后啊，在本宫面前不行你，还敢在本宫面前大呼小叫？回去告诉你爹，要是实在嫌得慌，就去数葡萄干儿，别整天没事找事。于浅月，你看什么看？都闲得慌是吧？要实在嘴闲，就去舔公桶。闹这么大，应该能听见吧？宝君更应该讨厌我了吧？就差最后一棒。哼！于浅月，你给本宫站住！娘娘，皇上有旨，批阅奏折时，任何人不得。那他呢？皇后娘娘除外。凭什么？好，于浅月，姑且让你得意一阵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你没了皇上的宠爱，到时候无权无势的你。怎么在这个后宫生存？陛下，外面为何如此吵闹？啊，宣妃和臣妾抢陛下，被臣妾轰走了。啊，臣妾还真是一个善妒的人呢。哦，是吗？朕怎么不知道皇后竟然可以为了朕如此争风吃醋？
当真可爱啊！可爱？可我皇帝我都骂你女人了，你居然还夸我！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啊，这个是臣妾亲手为你熬制的莲子粥，特意送来给您补补身子。你亲手做的？是啊是啊，我亲手放了好几天的馊粥，快喝，喝完赶紧发火哦。娘娘，皇上，这粥看起来颇具特色。这是那个陈年佳酿法熬制的粥，别看闻着酸，但吃着贼香。皇上快尝尝。既然是皇后的一片心意，朕自然不会辜负。不过，朕的手上有伤，不便进食。那怎么办？不如你来喂朕，或者替朕尝尝，这陈年佳酿是否真的……我操，让我试，这玩意儿谁喝谁升天啊！美味。不，臣妾不饿，而且臣妾手笨，怕喂不好皇上。怎么，皇后自己做的粥，自己都不敢喝？莫非这粥里有毒？没毒，没有，就是啊，臣妾来月事了，吃不了凉的。哼，哦，月事。朕怎么记得你的小日子是在月初呢？现在可是月中啊。这也是可以不规律的。哦，好啊，那就换一种方式，用嘴。我操，这剧情不对啊！狗皇帝鼻子失灵了吗？这么大的味都不发火，不行，我死都不要喝发酵的粥。陛下，臣妾突然想起来，宫里的小乌龟还没有喂，臣妾先告辞了。那个叫叶婉言的女子，查得怎么样？回皇上，已经查清楚了。此女身世凄凉，家中只有个病重的母亲，两人因容貌绝美，经常被香菱欺负。此女在软河落水，也是被恶毒香菱推下去的。相关人员都已审问清楚，并无差错，似乎背景看起来很干净。太干净反而不正常。一个常年被欺凌的女子，怎么会在行宫如此镇定自若？况且，皇后说此女能替朕找到无名医生解蛊毒，背景绝对不简单。继续查，朕就不信世上会有如此巧合之事。是。不对，这剧情完全崩盘了。这男主不按套路出牌，女主还在地牢，那这二人何时才能修成正果？我何时才能安心进冷宫养老啊？娘娘，您在说什么呀？什么崩坏了？哎，花灵，你说如果两个人明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却因为误会迟迟没有在一起，该怎么办？那当然是需要有人去撮合他们啦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既然剧情走偏了，那我就给他掰回来。我得帮他们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只要他们锁死了，我不就能功成身退了吗？天才，我真是天才！走，去地牢。好端端的，娘娘去地牢干嘛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我的伪装明明是按照狗皇帝的喜好设计的，
甚至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与后宫那群无聊的女子截然不同。为何萧玉对我毫无反应，甚至还要杀我？少主，这次潜入进宫，您这身女装最能掩人耳目，但也风险极大。为了报仇，这点屈辱算什么？萧玉的人头，我势在必得。小小地牢，靠我的武功倒是也能逃出去。如此，之前准备的一切就都白费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这位姑娘，饿了吧？萧玉的小皇后，她怎么来了？我给你准备了点吃食，绝对比牢饭美味，你趁热吃。这小皇后在行宫就对我有敌意，这饭菜里该不会是下了毒吧？多谢娘娘，民女不饿。她该不会怀疑我下毒了吧？我的个老天奶，果然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叶姑娘，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一点小小的误会。我这次前来是来跟你寻求合作的。皇后娘娘说笑了，那日在行宫，您扬言不准陛下见我，如今在地牢也是拜您所赐。所以嘛，我说有一些误会嘛。叶姑娘，我知道你现在不信我，但我真的是来帮你的。咱们合作吧，我帮你拿下皇上，你帮我进冷宫，咱们各取所需，双赢。帮我拿下萧玉，进冷宫，这女人到底在耍什么花招？我知道，你这次是特意为了皇上来的，对吧？你的妆容还有这香薰也是为了吸引他，对不对？他怎么知道？如果连皇后都能看出来，那是不是萧玉也能看出来？你放心吧，皇上并不知道此事，我也没有打算告诉他，哪怕告诉了他也不会相信我，毕竟你才是女主哎。其实啊，皇上对你很特别。当真？那他为何让我进地牢？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嘛，你如此冒失的跑来御前，他肯定是要探查一番的。这皇后说的也不无道理，狗皇帝向来残暴多疑，算算日子也该查清楚我的背景了。你就放心吧，咱们合作，这小小萧玉3个月内我一定帮你成功拿下。帮民女拿下萧玉，那皇后图什么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想去冷宫。这皇后看着也不像有病的样子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只要能先离开地牢，接近狗皇帝就行。至于皇后有什么算计，大不了到时候一起杀了。行，民女答应皇后娘娘的合作。不过如今民女尚在狱中，娘娘可有什么计划？我现在是没有权利放你出去，不过萧玉已经对你产生了浓烈的兴趣，咱们只需要给他一点刺激，他一定能看清楚对你的心意的。怎么刺啊？我有办法，你现在这妆容还差一点什么？我来给你画一个战损妆。战损妆？快点快点！战损妆就是让你看上去像是被我欺负过一样，这样萧玉看到了才会心疼你，才会激发他的保护欲呀。你过来一点，我够不到你了，快！这小皇后是不是被萧玉虐待了？感觉营养不良啊。不过长得倒挺好看，真是便宜那个狗皇帝了。离那个不怀好意的女人那么近干什么？还要上手摸，当真死了吗？完美，这楚楚可怜的小模样，是个男人看上去都会心疼的。
来了来了，他果然好啊！好戏开场 ，action！ 你个狐妹子，别以为皇上不杀你就是喜欢你啊！你也配！今天本宫就让你知道，这个后宫谁说了算！快快快，拿出你不畏强权的气节出来！娘娘，狐妹子的称号，民女愧不敢当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请不要折辱民女。哦呦，好一个出淤泥而不染啊！你给我跪下！谁允许你这么傲气凌人的？在你面前，我就如同阴暗爬行的短视毒妇。皇后骂人倒也是清新脱俗啊！我让你跪下，听到没有？看来大燕皇后只会拿权势来欺压百姓。欺压你又如何？只要皇上一日不放你出去，我便日日欺辱你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怎么暴君还不来解救女主？难道口头羞辱不能激起他的怜爱？看来我要放大招了。一会儿我就告诉狱卒，让他每日挠你的脚底板。你要是敢笑一下，我便一天不让你吃饭。这皇后这么说，真的能让狗皇帝来救我吗？怎么回事？挠脚可是要脱鞋。暴君不是10级足控吗？书中描写萧玉最喜欢白嫩玉足，尤其喜欢把人绑在床上，扯下裙子边摸边。于浅月，你给朕闭嘴！终于来了！果然，一说要看女主一族，他就跳出来了，典型的爱而不自知啊！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好拙劣的演技，还敢再假一点吗？民女参见皇上。皇上，臣妾只是一时嫉妒，气不过这女子勾引皇上，所以才会在这里。哦，皇后既然不喜欢她，那朕就把她赶出宫去。赶出宫？哦，对了，剧本不是这样的，你应该心疼她，把她接回宫，金屋藏娇才对啊。赶出宫？那我还怎么自杀？不行，我必须留在宫里。不能赶。其实臣妾缺一个婢女，我看这丫头虽然讨厌，但还算看得顺眼，不如就让她留在臣妾身边，当一个洗脚婢，如此来惩罚她。大哥，你可不能把人赶走啊！再过1个多月就是乞巧节了，到时候没人带你找到医生，你要是毒发一命呜呼了，我可怎么办啊？没想到皇后心心念念朕的蛊毒，如此为朕着想，她果然心里有朕。我可不想你一进去就陪葬啊，至少等我从冷宫逃出去后再死啊！什么？皇后一心想进冷宫，竟然是想逃出宫去？休想！皇后如果想要婢女，那朕就让内务府挑几个给你送过去。不，臣妾就要她。臣妾要把此等狐妹子留在臣妾身边，好好训诫，让她趁早断了心思。好不好嘛，皇上，求求你了。随你吧。皇上慢走。快来。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虽然暂时没能让你进后宫，但好歹让你出地牢啦。这死敖家就这脾气，还喜欢玩拉扯。你听我的，迟早把他拿下。民女多谢皇后娘娘。哎呀，好说好说，开玩笑，你是女主，我肯定要跟你打好关系啊，否则别说男主，到时候喜欢你的那些男N号们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我淹死。皇上有令，暗中保护皇后，监视叶婉言。若叶婉言有任何异动，杀无赦。是。婉言，这件粉色的更显呢，
你穿上它，这皇上看到一定走不动道了。娘娘，这个颜色也太艳了，这不适合我。哎呀，这女主就是要艳压群芳嘛，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试试这个。娘娘，其实我觉得我穿这身宫女服就挺好的。哎呀，你可是要当皇贵妃的人，你怎么能穿这种粗布麻衣呢？这件百花玉帝裙最适合你。来，娘娘，这不合规矩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咱们都是女人，你害羞什么？我帮你解带子。你这后面带子一个人不好解，过来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今晚就送去给暴君侍寝，我的退休机会就靠你了。哇，这小腰细得太迷人了，我都心动了。小皇后身上真好闻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奴婢参见陛下。我操，暴君怎么来了？这眼神怎么感觉我是被捉奸在床？我靠，占有欲不要这么强吧，我是女的啊，老铁。不过来的正好。婉言，这陛下来了，还不快去把小厨房的安神汤端过来？是，娘娘。臣妾参见皇上。皇上这么晚过来，是有什么要紧事吗？怎么，朕来看看自己的皇后，还需要理由吗？看我？我看你是想看你的小情人吧？装什么装？皇后，朕早上听说你打了宣妃身边的宫女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是宣妃告状了吧？看暴君这架势，难道是来兴师问罪了？那感情好啊，直接把我打进冷宫一步到位吧。我真的太难了。这女人一天到晚脑子里除了冷宫没有别的了吗？朕明明是来打探施月阳击退南氏一族的事的，总不好明着问吧？该怎么让她透露出施家是否有疑心？是啊，那臣妾善妒也不是一两天了，陛下不早就知道了吗？那你觉得宣妃这人如何？或者说施家如何？他问施家，原著里这个时间点是施大将军施压皇帝晋升宣妃位分，让其宠幸宣妃的时候，他该不会怀疑施将军别有用心吧？那他可是想多了，人家在战场上累死累活，只想让自己女儿过得好一点罢了。竟然没有造反之心，既如此，那就不派人盯着施家了。陛下，臣妾讨厌宫里所有的嫔妃，臣妾思虑再三，还是接受不了陛下有其他女人。这叶婉言如此，宣妃也是如此，臣妾实在不配当这一国之母。陛下还是把臣妾打入冷宫吧。我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暴君不会还能忍吧？神者神龟都没你能忍啊！既然皇后这么讨厌他们，那不如朕为了皇后遣散后宫，如何？我操！遣散后宫，这暴君疯了吧？我真的只想去冷宫躺平。你要是为了我遣散后宫，我恐怕小命不保啊！不要，皇上真会开玩笑，臣妾就那么随口一说，你不用当真啊。若是朕当真了，别呀，大哥，你把人都赶走，谁来衬托我的恶毒？我还怎么进冷宫啊？皇上，娘娘，安神汤来了。终于来了，喝完这碗汤，赶紧生米煮成熟饭，我就能功成身退了。既然是皇后为朕准备的，那朕便尝尝。
药效马上就要发作了，嘿嘿嘿。皇后看起来很高兴。皇上来到这里，臣妾自然是高兴的。哎呀，陛下，臣妾今日身体欠佳，还是让婉言来伺候您吧。婉言，今夜你务必伺候好皇上，若是有半分差池，本宫唯你是问。是。这小皇后看起来对狗皇帝没什么感情，等我今夜杀了萧玉，就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方。竟然是阎罗房的签字信，阁主玄鬼的得意之作。可是玄鬼不是死了很久了吗？还说不在意，眼睛都快粘在女主身上了。我还是赶紧让位，不当电灯泡了。那陛下，我就不打扰了，臣妾先行告退。站住！站住！陛下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春宵一颗值千金啊，老铁，叫我干嘛呀？朕忽然觉得好热呀！皇后，你过来。热？难道是药效发作了？那你找女主啊，找我干嘛呀？陛下，臣妾今日偶感风寒，还是让婉言伺候你吧。滚开！朕只要皇后。你，皇后，朕好难受，你帮帮朕。我操，这狗皇帝不会是想……臣妾做不到。皇后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有……放肆！朕和皇后在亲热，你个贱婢也敢来指挥？赶紧滚，否则朕砍了你！我靠，宝金又发什么疯啊？对女主这么凶，难道是察觉到被下药生气了？算了算了，今天这密室受不了了。婉言，你先出去吧，这里不用你伺候了。萧玉，迟早有一天，属于你的东西我都会一一抢回来。哦，朕好热。皇上，你看清楚一点，我是于浅月，不是叶婉言，你认错人了。救命啊，这药效太猛了吧！我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认错人？朕怎么会认错自己的皇后？你不是刚……不是喝了那碗加了药的安神汤？那点小把戏，朕早就见识过了。刚刚只不过是陪你演了场戏罢了。演戏？我怎么？皇后看起来不太满意，还是说，其实你挺期待朕对你做些什么？没有啊，真是摆下了我的合欢伞，好几百两银子。于弦月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呢？朕是你的夫君，你怎么总是想着把朕推给别的女人？大哥，别来沾边啊！你是女主的夫君好吗？我就是一个炮灰，哪里敢占着茅坑不拉屎？官配就是官配，锁死的！我这是在帮你走剧情啊，大哥！陛下，臣妾这些天经过了深刻的反省，才觉得以前那种擅妒的行为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臣妾为一国之母，应该为皇上分忧，为皇室开枝散叶。既然皇上喜欢叶姑娘，那臣妾自然是成人之美，将心爱之人送到皇上身边，这才是一国之母该有的气度。反省？我看你是又在编瞎话吧？这女人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。于弦月，看着朕，朕只问你一次，你真的舍得把朕让给别人吗？你真的舍得把朕让给别人吗？皇后善妒，正说明她心里有朕。朕今晚有些累了，就想帮着皇后说说话。
朕只要皇后。舍得吗？我为什么会犹豫？他明明是个暴君，是纸片人，可是……告诉朕你的真心话。不行，不能心软，小命要紧。爱情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。只要能保住小命，这点心动算什么？皇上，只要您高兴，臣妾做什么都是愿意的。既然叶姑娘年轻貌美，又能讨陛下欢心，臣妾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好，很好。皇后不愧为一国之母，如此的容人之量，朕甚感欣慰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那个皇上没对你做什么吧？我没事，他根本就没喝那碗汤啊！他没喝，那他刚才……难道是在试探我？还好我最后离开了。娘娘，其实我觉得皇上根本对我就没兴趣，他刚才看我的眼神里根本就没有爱意，甚至充满了杀意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可是女主，自带光环的那种，他怎么可能对你没兴趣呢？什么女主啊？哎，这不重要，你放心吧，他一定对你有兴趣的。他这人啊，就是这脾气，就是傲娇，就像那什么小学里男生喜欢欺负自己喜欢的女生一样。他对你越凶，就代表越在乎你。原著里都写了，男主对女主一见钟情，爱得死去活来，这还能有假？一定是打开的方式不对。哎呀，婉言，你相信我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，我一定能帮你拿下萧玉。从小我就在杀手组织里长大，见惯了尔虞我诈，还从未有人像他这样全心全意的为我着想。娘娘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咱们是盟友啊，而且你是我的好姐妹，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好姐妹吗？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是男人，还会对我这么好吗？哎，对了，算算日子，好像马上七夕节要到了，就是你们这的乞巧节。哎，婉言，你放心，等到乞巧节那天，我一定给你跟皇上安排一个终身难忘的浪漫约会，你们两个必须给我锁死。皇上，安慰来报，太后最近与宫外联系密切，似乎是秘密召回了齐王殿下。朕知道了，那个没良心的女人，居然屡次把朕往外推。那老石子的画本子就这么重要吗？朕就不信，这活生生的人非得按照画本子的剧情活着。皇上，这齐王殿下回京可是重要的事儿，您看是不是要……陈烨，朕问你，如果一个女人总想着把自己的夫君推给别的女人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是在说皇后娘娘。看来昨晚皇上被气得不轻啊。回皇上，依奴才看，这只能有两种情况，要么就是这个女子极其的仁义大度，要么就是这个女子心里压根就没有这位夫君，所以才不在意。不在意？朕对她那么好，她竟然一点都不在意朕，总想着把朕往外推。皇上，女人心海底针呐，更何况皇后娘娘她只是什么？只是还没开窍罢了。皇上您想啊，娘娘入宫多年，您之前一直冷落她，现在突然对她这么好，她肯定不适应啊，说不定甚至以为您是在考验她。那依你之见，
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开窍，让他在意朕？皇上，您这算是问对人了。奴才看过的画本子，那可谓是车载斗量，追女孩子最重要的一个字，撩。撩？如何撩？首先，欲擒故纵，不能太主动，也不能太疏离，要若即若离，给他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。最好是要一个人能够给他一个小小的刺激，最好让他在自己情绪受到波动的时候，给他一个小礼物，然后说一点小情话，让他心痒难耐。这个时候，哎呀，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释放自己的魅力。比如，欲擒故纵。哼，那朕就先冷落他2天。不行，那朕忍不住想见他。可这第3人该找谁呢？皇上，还有壁咚，壁咚很管用，还有强吻啊！不要，画本子上都这么写啊！放肆！朕是天子，岂能做如此轻浮之事？壁咚强吻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试试。查一下皇后最近常去哪些地方？这皇上。奇怪，萧玉这些天都没来御花园吗？难道因为上次的事生气了？那我怎么给2人创造机会啊？哟，这不是皇后娘娘吗？怎么，这皇上不去你的蒹葭宫了，都有时间跟宫女出来抓蝴蝶了？本宫抓什么关你屁事？让开！皇后娘娘还不知道吧？施大将军刚刚大破南阳一族，赏赐了宣妃娘娘好多奇珍异宝，还说今晚要去暖玉阁呢。他今晚要去宣妃那里？怎么不说话了呀，皇后娘娘？于浅月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过就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罢了，凭借着你几分姿色，迷惑了几天皇上。如今皇上玩腻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敢跟本宫争？不许你侮辱皇后娘娘！反了你了！一个贱婢也敢跟我顶嘴！来人，掌嘴！这住手！宣妃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的贱婢不懂得尊卑，冲撞了本宫，本宫在替皇后娘娘教训她。难道皇后娘娘，你要包庇一个奴婢吗？这怎么可能？皇后娘娘难道会为了奴婢罔顾宫规吗？不行，再这样打下去，叶婉言的脸肯定要发炎。古代发炎致死率又这么高，女主可不能死。她要是死了，萧玉的毒怎么解？剧情就彻底崩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很简单啊，这主人管教不力，让自己的奴婢冲撞了别人，那自然是要主人替他道歉的。您说是不是呀，皇后娘娘？今天的御花园怎么这么热闹？参见皇上，臣妾见过皇上。臣妾见过皇上。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首先，欲擒故纵，不能太主动，也不能太疏离，要若即若离，给他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。最好是要一个人能够给他一个小小的刺激。第3个人或许宣妃是个不错的人选。爱妃这是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的火？原著里他不是最讨厌宣妃嚣张跋扈的样子，
难道剧情是真的彻底崩了，还是说他真的喜欢上宣妃了？看到朕宠别人，应该会生气，会吃醋吧？也没什么，就是那个不懂事的奴才冲撞了臣妾。不过刚才皇后娘娘已经替臣妾教训过了。哦，果真如此，皇后，快跟朕讲实情，让朕给你做主啊！是臣妾教导无方。既然皇上来了，那就不打扰皇上和宣妃娘娘的雅兴。臣妾先行告退。这就走了？陈毅不是说这招很管用吗？难道力度不够？皇上，臣妾的暖玉阁花开的正好，您陪臣妾去赏花吧。好，既然是爱妃相邀，那朕当然赏脸。皇上，朕想起来还有奏折没批，下次再陪你赏花。皇上，哼，这个狐妹子东西，怎么她一来就把皇上的魂给勾走了？他竟然一点表情都没有，难道心里一点都没有朕吗？皇上，你去库里挑点好东西给皇后送过去。啊？他身边的人被打了，他不会怪朕没替他惩罚宣妃吧？可是他没有向朕开口啊！还不快去！是皇上。疼吗？忍着点啊。小皇后有些心不在焉，不会是为了那个狗皇帝吧？我不疼，娘娘。这个时候，萧玉应该已经到暖玉阁了吧？于景月，清醒一点，你只是个炮灰，外面还有8个男模等着你呢，不要被美色迷了心智。那种大猪蹄子有什么好稀罕的？婉言，你脸上受了伤，那万一感染了怎么办？不行，明天还是得叫太医过来给你好好看看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不能叫太医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怕看病？不是，我是觉得不碍事，养2天就好了。那怎么行？你将来可是要当贵妃的人，那万一毁容了怎么办？不行，你听我话，明天就看。娘娘，真的不用。你没事吧？他怎么来了？他现在不是应该在施以轩的温柔乡里吗？哼！神经病吧！大晚上跑过来摆个脸就走，吃错药了吧？陈公公，这是干什么？娘娘，这是皇上给您的赏赐啊！赏赐？娘娘，您都不知道，这皇上刚离了御花园，心里一直惦记着您，这不叫我去挑了这些东西给您送过来。娘娘，皇上心里是有您的，刚刚他是吃醋了，您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娘娘，这东西也都送到了，那奴才就告辞了。狗皇帝果然对小皇后有想法。娘娘，皇上心里是有您的，刚刚他是吃醋了，您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烦死了！于浅月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你是炮灰，炮灰！萧玉是女主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你要是动了心，那就是万劫不复。
不行，不能再被他牵着鼻子走，得赶紧把剧情拉回正轨。原著里好像提过，萧玉小时候过得很惨，这也是他和女主感情升温的关键点。只要让女主治愈她的童年创伤，他们就能 HE 了。没错，就这么办。明天我就去找陈毅，把萧玉小时候那些惨事都扒出来，然后写成攻略给女主。欺人太甚，简直欺人太甚！你说皇上他明明说晚上来看我的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皇上白日里见了于浅月那个贱人，那魂都被他给勾走了。姐姐，您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本宫就想不明白，本宫到底哪里不如那个乡野丫头？你说她于浅月除了那张脸，你说她还有哪里能跟本宫比？奴婢参见宣妃娘娘。太后娘娘，听说您今天受了委屈，特意叫奴婢请您到慈宁宫一叙。你是说太后？太后她愿意见我了？起来吧，哀家听说了，你为了救赵美人，不惜求助你父亲，这份心，哀家记下了。能为太后娘娘分忧，是臣妾的福分。哀家听说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，那个皇后的确是不像话。太后娘娘明鉴，那于浅月就仗着皇上的宠爱，根本就没有把臣妾放在眼里，也没把您放在眼里啊。哀家知道，皇后这种小门小户出身的不懂规矩，皇上又被她迷了心窍。若是再这样下去，这后宫怕是乱了套了。那该怎么办呀？太后娘娘，您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哀家虽然是太后，但也不能随意插手皇帝的家务事。不过，这后宫之事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若是朝堂中的大臣们知道皇上独宠皇后，冷落六宫，有违祖制，不利于皇嗣绵延。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让父亲他们在朝堂上施压？你是个聪明孩子，你父亲是镇国大将军，说话是有分量的。再加上其他几位嫔妃的母族一同上书，请求皇上雨露均沾，就算是皇帝，也不能不顾朝堂安稳啊。太后娘娘英明，那臣妾这就去给父亲写信。好。皇帝性子倔强，最恨被人胁迫。你们逼得越紧，他和朝臣的矛盾就越深。到时候朝局动荡，人心不稳，哀家的妻儿就有机会了。启禀皇上，老臣近日听闻皇上独宠皇后，冷落六宫，此乃大忌也。后宫应雨露均沾，方可皇嗣延绵，江山稳固。皇上切莫因一时之喜而坏了祖宗的规矩呀！臣附议，皇后独宠，一生骄纵，不利于后宫和谐。臣附议，为了大宴的基业，恳请陛下广纳后宫。臣等附议。好一个江山稳，好一个皇嗣延绵。朕的后宫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？皇上，老臣也是为了朕。朕看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私利吧。你们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宫中，不就是想借此巩固家族地位？朕今日就告诉你们，朕宠谁爱谁是朕的家事，谁若再敢多半句嘴，朕让他这顶乌纱帽换个颜色。
诸位爱卿，若无他事，退朝。当年太傅谋反一案，查得如何？回皇上，安慰来报，当年太傅府虽然被抄，但尚有一子在世，当年被心腹偷偷带走，如今下落不明。继续查，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把人给朕找出来。这……真的是您，奴婢终于找到您了。你是谁？我是童姨啊，是您的奶娘，您不记得了吗？你是童姨？你竟然没死！当年太傅一家被满门抄斩，我还以为……我还没有替父亲报仇，怎能轻易死去？不过倒是您，当年萧玉派人全城搜捕，您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是太后娘娘救了我。太后？有些事儿是时候该告诉你了。当年太后娘娘与太傅大人本是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，可先皇昏庸，强行将娘娘掳入宫中。后来娘娘有了身孕，先皇生性多疑，认定那孩子并非他的龙种，逼迫娘娘打掉。朕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滑胎，要么就生个死胎。我偏要把孩子生下来！娘娘知道先皇心狠手辣，早已买通产婆，准备在接生的时候对孩子下毒手。于是太傅大人便与娘娘将计就计。皇上，娘娘生了个死婴。那个孩子就是您啊，少主。奴婢奉太傅大人和娘娘之命，连夜将您送出宫，交到太傅府上，由太傅大人亲自抚养长大。我竟然是太后和太傅的孩子。少主，娘娘在宫中受尽苦楚，还以为您找个机会与娘娘相认吧，母子连心，她一定会帮你。今日朝堂上的事，哀家都听说了。没想到那个逆子竟然为了那个女人当众怒斥朝臣，哼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如此刚愎自用，只会让朝臣们寒心。这大燕的江山呀，迟早要毁在他的手上。太后娘娘英明，皇上如此行事，定会将人心推得更远。对了，启儿那边有消息了吗？这哀家让他速速回京，这都几日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七王殿下他回信了。他说什么？何时到京？王爷说他在江南游山玩水，乐不思蜀，还说太后娘娘身子不好，好好静养便是，莫要关心国事。他实在回不来。废物！哀家为他铺好了路，不惜动用哀家隐藏多年的势力，他竟然只想着游山玩水，他还有没有一点皇室子孙的志气了？太后娘娘息怒，息怒！哀家怎么息怒？我儿已经死了，难道哀家这辈子都要看着那个逆子坐在那个位置上吗？
太后娘娘息怒，或许我可以帮你。什么人，竟敢擅闯慈宁宫！来人！娘娘莫急，何不听听我的来意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双眼睛，你到底是谁？民女有几句话，想单独与太后娘娘说。是。这块玉佩，太后娘娘可还认得？这是……不要！你是谁？孩儿何婉言，拜见母亲。我的儿，我的儿！我的儿，你还活着？哀家以为你早就……母亲，孩儿此次进宫，只为一件事情：杀了萧玉，为父亲报仇。请母亲不要阻拦。阻拦？哀家为何要阻拦？哀家与他的母子情谊，早在他下令杀了你父亲和我儿的时候，就已经断得干干净净。我的儿，哀家问你，那把龙椅，你想不想坐上去？母亲，您不是一直主意萧齐吗？别提他，他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废物。你才是哀家的亲生儿子，那把龙椅理应由你来做。眼下萧玉刚掌权没多久，朝堂动荡，又因为一直不宠幸后宫，引得大臣们不满，正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时机。况且他已经身中剧毒，活不了几日了。中毒？3年前你父亲经军侧时，我在他体内下了毒，原本以为万无一失，没想到他竟然活了下来。不过没关系，哀家算着时日，3日之后，他体内的蛊毒便会再次发作，届时他将痛不欲生，内力尽失，到时候就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时机。怎么？我儿可是还有什么顾虑？母亲，萧玉该死，但您可否放过皇后娘娘一命？她救过我。你对于浅月那丫头有意思？罢了罢了，只要你照着哀家的话去做，不管你中意哪个女子，哀家都不会干涉。但是皇后之位，不能是她。儿臣多谢母亲成全。好孩子。这是怜惜圣医无双的信物，此人医毒双全，乞巧节那日他会用毒协助你，萧玉必死无疑。至于宫里，哀家已策反了施月阳，到时候5万大军兵临城下，哀家倒是要看看他萧玉还能如何力挽狂澜。哼！花灵说陈怡每天这个点都会经过御花园，人呢？暴君变态呀！吃饱了撑的跑御花园吓鸟儿。
朕只是在看风筝，怎么就吓尿了？这女人的脑回路能不能正常点？哎，暴君好像在笑哎，还别说，笑起来人模人样，怪好看的。明明年纪不大，却总一副少年老成的臭皮样，笑起来多好呀！暴君难道喜欢放风筝？话说，暴君的屁股那么强，要是拉起风筝跑起来，会不会端端的？那画面肯定特性感。这女人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东西？别跟着朕！陈公公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一直盯着那只风筝看，是不是有什么伤心事啊？娘娘果然还是关心皇上。娘娘有所不知，从小皇上不受太后待见，其他的皇子都有母妃陪着放风筝，只有皇上从来没放过风筝。这只风筝怕是勾起了皇上的伤心事了。原来这暴君童年这么惨，没爹疼没娘爱的，连个风筝都没玩过，怪不得性格这么扭曲。就因为这个吗？其实还有一件事，今天是皇上的生辰。生辰？从小太后都不给皇上过生辰，宫里的其他人也都不敢说，所以从小到大，皇上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。太惨了，实在太惨了，生日都没人给过，这哪里是暴君，这简直就是个没人疼的小可怜啊！等等，生日，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啊！如果女主给男主送上一份充满爱意的礼物，那他们的感情还不得坐火箭一样飞升？公公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陛下，看来今夜您终于不是一个人了。趁着小皇后不在，去沿路方搜罗了一些便于暗杀之物，没想到半路杀出来几个黑衣人，可是看招式却不像是要取我性命，难道是狗皇帝？看来我们的布局要加快了。我这么晚回来，若是被于前人发现，该如何解释？婉言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娘娘都问你好几次了。娘娘她生气了吗？婉言，你回来了，快！今天啊是萧玉的生辰，我在为他做礼物，然后以你的名义送过去。这是旋转风筝啊！你看这个木雕小人像不像那个臭皮的萧玉？我还打算给他安个腿，让他能跑起来。娘娘，您这是何苦？随便送点什么不行吗？那怎么行？这可是你们两个感情升温的重要工具，必须用心。啊，对了，你去哪了？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我就四处逛逛，熟悉一下宫里的环境。你脸上的伤还没好，太医说过你要静养的。他竟然对我没起一点疑心，甚至还在关心我的身体。我还打算呢，做一个大树，然后在这底部放一个圆盘，到时候一拉绳子，这个小人就会围着那棵大树转，就像真的在放风筝一样。我还打算买一些小猫小狗的木雕，然后一起放上去，多热闹啊！狗皇帝真有福气，能得到小皇后亲手做的生辰礼。娘娘，我来帮你吧。啊？婉言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难受，有点累了。这叫没事？你都烧成火炉了！不行，必须请太医。
别叫太医。我这内伤，太医一查就能查出来，到时候小皇后定会起疑。那怎么行？那你万一烧坏脑子怎么办？那你还怎么当宠妃？怎么母仪天下？那能否去叫周太医？我老听宫里人说，太医术高明。好，花灵，快去请周太医。周太医，婉言她怎么样了？她怎么还出汗呢？回娘娘，这位姑娘是受了风寒，再加上气血两虚，才会晕倒。老臣开几天药，静养几日便可。只是切记，不可再劳累了。看来我赌对了，周太医经常给太后诊脉，是太后的人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看好她，绝不让她动一根手指头。是，娘娘。下去吧。是。来，啊，张嘴。虽然这药苦了点，但是良药苦口嘛。来。谢谢娘娘。这2天呢，你就好好休息，送礼物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你放心，我保证把那个旋转风筝做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以你的名义去送给皇上，让他感动得痛哭流涕。娘娘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们是好姐妹啊，而且你是我在这个宫里最信任的人了。他信任我，可我却一直在利用他。我若是杀了萧雨，他会恨我吗？娘娘，谢谢你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伤害你的。那感情好啊。我和女主的革命友谊终于建立了，以后她就算上位了，应该也不会为难我了吧？皇上，咱们的人故意把叶婉言放出宫，他果然去了阎罗坊。经过暗卫试探过之后，他确实会武功，用的正是阎罗坊独门暗器牵丝线。阎罗坊阁主玄鬼生前有个怪癖，收徒从不收女子。这叶婉言既然会牵丝线，又是个女子，难道她是玄鬼的私生女，还是另有隐情？继续查，顺着玄鬼这条线继续追查他的底细。他现在去了哪里？叶婉言受伤后直接回了监家宫。奇怪的是，皇后娘娘似乎并没有发现异常，还请了周太医为她诊治，甚至亲自照顾。这个笨蛋引狼入室了还不知道，要不是留着他能寻到医圣无双的线索，朕早就宰了他了。朕不能死，朕死了，皇后这个没心眼的在这宫里一天都生存不下去。罢了，随他吧，继续盯着监家宫，确保皇后的安全。陛下对皇后娘娘果然是真爱。是。启禀陛下，赵美人求见，说是特意来给陛下送参汤的。哼，刚解了禁，这个女人就不安分了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臣妾知道今日是皇上的生辰，臣妾特意熬了这参汤，给皇上补补身子。这个人可是太后安插的眼线，一心想怀上龙种。可惜啊，他后面给暴君下药，结果……哦，爱妃有心了。哦，爱妃有心了。
既然是爱妃亲手熬制，那朕怎么舍得独享呢？皇上的意思是，你自己喝。皇上，这是臣妾为您准备的，臣妾怎么……朕让你喝了。怎么？难道这汤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臣妾喝。好热，好热啊！皇上，好热，好热！皇上，臣妾好热啊！皇上，果然用如此下作的手段。皇上，启禀陛下，皇后娘娘来了。什么？皇后怎么来了啊？她如果看到这幅场景，不会误会朕有什么另类的癖好吧？还不快弄下去！千万不能让皇后看到！还不快弄走！皇上9五之尊，怎么感觉这么怕皇后娘娘的呀？娘娘，咱先走。哎，皇上，你看臣妾给你带了。非礼勿视，打扰了，告辞。非礼勿视，打扰了，告辞。浅浅，这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你听朕解释。皇上，这是婉言亲手给你做的生辰礼物，既然你忙那啥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不行，男主的第一次必须是女主的，万一被染指了，女主看不上了怎么办？什么胡话！谁要劳什子的女主看上？过来吧你！你是谁？你要干嘛？陈公公，赶紧的把人给我带走！皇上，你这是……皇上，您别太感谢我，我这是千金册。好险，差点就崩剧情了。男主的珍藏由我来守护。陈公公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赶紧打包带走啊！别坏了咱皇上的兴致。带走。啊，这皇上，太太，你是何人？放开本宫！你别！我刚刚打扰了他的好事，他不会一怒之下把我砍了吧？别啊，废物可以，不要砍我行不行？皇上，臣妾是不是打扰您了？这风筝是你做的？不，这是婉言亲手做的。她为了做这风筝啊，手都受伤了。皇上，您看这风筝，这做工多精细，这图案多用心啊！这下得感动死了吧？快找女主吧，这可是我费了1天时间才做好的，必须给女主加上分。从小到大，朕从未收到过生辰礼。不管这风筝是为了撮合朕和那个女人，这礼物都是皇后亲手为朕做的。那这个小人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小人啊，这个小人就是皇上您啊！您看，这个小皇上手里还拿着个小风筝，这寓意着皇上您自由自在。还有，当当当当，这么多小伙伴围绕着你，以后你就不会孤单了。这里呢，刻着一个小猫、小狗还有小兔。
因为我贪婪，一曲终了的小然，回忆多像我为你唱过的歌。你干什么？叹夜深，叹原谅，看世间多少孤单，情深也不忘那该死，没人出，把人吓跑了。疯了！宝娟居然亲我了，她是不是吃错药了？还是说她这么对我有意思？不行，于浅月，你清醒一点。上辈子你英年早逝，这辈子你一定要活得长长久久，绝不能因为贪恋美色而丢了小命。那个吻，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。原著里男女主感情的转折点就是3天后的乞巧节，那晚女主会在鹊桥解了男主身上的蛊毒，直接被封为贵妃。只要他们锁死了，我就安全了。3天，还有3天，我一定要在乞巧节那天把他们2个撮合成功啊！顺便再出宫找8个男模给我包螃蟹。我听说醉仙楼的醉蟹名满天下，穿越一场不尝尝真是太可惜了。皇上，叶婉言的真实身份查到了。说，此人并不叫做叶婉言，他的真名叫做何婉言，他就是太傅幸存的儿子，也是太后的亲生儿子。我们顺着玄鬼的线索查下去，发现他当年被太傅所救，2人私交甚笃。后来玄鬼将自己的独门绝技牵丝线传授给了何婉言。我们还从太傅旧部那儿查到了一些线索，我们发现太傅当年在谋反案之前，将自己亲生儿子秘密送出京城，并留下了大笔财富。何婉言这些年一直在江湖上活动，结交了不少亡命之徒。此次进宫，就是为了给太傅报仇。好一个父子情深的，为了给一个谋逆的贼人报仇，竟然不惜男扮女装。皇上，我们是否现在就派人控制住他？不必。既然他们要玩，那朕就陪他们玩一场大的。从今日起，你亲自保护皇后，寸步不离。朕不想看到她受到丝毫损伤。都这个时候了，皇上最担心的还是皇后娘娘，还真是动了真情啊。过了今天，我跟萧玉应该不会有交集了吧？算了，不想了，去吃醉蟹要紧。好不容易乞巧节皇宫没有门禁。花灵，这里有2封信，一封交到皇上手上，一封交给叶姑娘，务必确保本人手下不容有失。娘娘，您这是要撮合皇上和叶姑娘吗？那你今晚干嘛去？本宫要去体验人生巅峰。是，皇后娘娘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皇上为了她跟乱党斗智斗勇，她倒好，又偷偷溜出宫去了。哎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皇上。宝宝，把你们这长得最俊、身材最好、包螃蟹最利索的男模公子们，给我叫个8个上来。今天本姑娘要吃醉蟹，
手可不想沾一点腥味。哎呀，姑娘，您可真会享受。您放心，我这就去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八个，还是男模？完了完了，皇上这头顶的绿光都快照亮了整个京城了，我这差事算是到了头了。奴家见过姑娘。我操！这腹肌，这身段，这小奶音，这才是穿越你该有的生活。萧玉算个屁，冷宫算个屁，这8个男人我全部都要！都起来吧！快去，给我把醉蟹端上来，给我剥！姑娘，我来帮你揉揉。尝尝这个。这样合适吗？这纤纤玉手啊，好吃好吃，那个，就是你，去背过去，给姐展示一下你的背阔肌。好嘞。换个姿势。听老鸨说，姑娘这里还缺一个。等一下，这个人长得正像萧玉，他这个时候不应该在鹊桥跟女主谈恋爱吗？你是何人？滚！萧玉，你怎么没去鹊桥啊？朕要是去了，怎么能看见皇后这般荒淫无度？8个，这满足不了你吗？不是，皇上，您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想考察一下京城的民生经济。民生经济，好，那朕亲自伺候，给你剥蟹。皇后是想先吃腿，还是身子，还是朕？不，臣妾不饿了。皇上，
你快去鹊桥吧，你和婉言约会的时间快到了，你要再不去，婉言一定等急了。你心里就只有你那个荒谬的剧本吗？既然是皇后给朕准备的，那自然是要陪朕一起去。我去干嘛呀？我不去，我不要当电灯泡，我不去啊！小月，你放开我，你放。萧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烟花不会是你给我准备的吧？不然呢？难道是给那8个男模准备的？你今天不是应该和女主？于浅月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朕为了你连夜准备了这场烟花，你却满脑子都想把朕送给别的女人。什么女主，什么炮灰，朕通通不管。朕只知道，朕的心里只有你。他这是在跟我表白吗？人间爱恨悲欢，盼共同尝尽。皇后娘娘，您刚才去哪儿了？让奴婢好找。啊！完了，奶珠跟我表白，女主不会听见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萧月，你怎么了？这是蛊毒发作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怎么会这样？女主怎么会杀男主？别杀皇后！小月，你受伤了！小月，我没事。为什么？小雨，你别吓我呀！小雨，你别吓我！小雨，老夫耗尽10年炼制的毒库，竟然被他下在了你的身上。蛊毒还不食子啊！哼，真是造孽呀！既然是太后下的毒，这下怎么办？你主要杀小雨，肯定不会救他。10年蛊毒，你是医圣无名，那你有办法救他？终于出来了。陈毅，医圣无名，还不快交出解药！陛下，老臣死罪呀！刚才在朝堂之上冒犯天颜，老臣实属无奈，还请皇上恕罪呀！老将军，快请起。今日这出戏，若没有老将军的配合，朕又怎能轻易的调出
那些藏在暗地里的太后党羽。这太后娘娘竟想着用小女来牵制皇上，还妄图插手朝政。老臣作为大燕臣子，必定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绝没有二心。老将军的忠心，朕从未怀疑。刚刚在朝堂上，那些跳得最欢的官员，朕已经记下了。接下来还要委屈老将军继续演下去，假意投靠太后，替朕盯紧慈宁宫的动向。老臣遵旨。为了大燕江山，老臣定当万死不辞。你谁？医生无名，还不快交出解药！你谁？拿出来！娘娘，小雨，启禀陛下，宫内叛党全已制压，太后已软禁于慈宁宫。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小雨，你是不是早就设下了埋伏？若非如此，怎能引蛇出洞？何婉言，前太傅之子，你藏得够深的。太傅之子何婉言，她不是女主叶婉言吗？我操，男人，女主是男人，那我之前的姐妹情深算什么？我磕的 CP 算什么？这小说是盗版的吗？萧玉，成王败寇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但你杀父弑兄，残害忠良，我就算下了地狱也不会放过你。残害忠良，哼！当年太傅勾结外敌，企图谋反，证据确凿。不可能！我父亲不可能谋反，他忠心耿耿，是你为了皇位陷害他。真是不见棺材不死心呢。带走！遵旨，全部押走。是，走走走，老实点，走走走，老实点，走，快点走，走走，你们走走。女主是男人，太后谋反杀亲儿子。天哪，这剧情放到连亲妈都不认识了。还在想剧情了？别想了，你的那个画本子从最开始就是锁的。啊？你也知道画本子？其实，朕一直有一个秘密瞒着你。朕能听到你的心声。皇上，你说笑了吧？这种超能力只有男主对女主。等等，你能听到我的心声？太好了，终于等到了今天，本宫可以去冷宫当我的土皇帝。你个狗，本宫要去找8个腹肌猛男，喝了这碗汤，你们就是2口子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哎呀，你让我社死算了。傻瓜，你妈朕是暴君，朕不生气。你想去冷宫，朕偏不让你去。你想撮合朕和别人，朕只会心疼你的傻气。从始至终，朕就只有你一个皇后，朕从来没有想过要废了你。朕喜欢听你的吐槽，喜欢看你口是心非的样子。
喜欢的一切。真爱的人，一直都是你。这盗版书害死人了，不过这结局好像也不赖。